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杀人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神经病杀人有错吗？当然，这个神经病杀人是我们老百姓通俗的说法。今天的选题严谨的表达是：精神变态者做出了故意伤害别人的行为，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吗？这个题目有点长我们先破一下题。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病人杀人是不犯法的当然这是有严格限定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这意思就是说呢，你在犯病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做出了犯罪的举动，不负刑事责任。这就好比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癫痫发作了浑身抽搐，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这时候呢，他失手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癫痫患者呢是无需为自己失手杀人承担道德责任的。这个无需承担道德责任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道德上没有错我们虽然会把他强制限制在精神病院里面但我们不能在道德上谴责他，说他在道德上犯了错。因为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发病时候的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都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完全没有自由意志，相当于一个物件。那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谈何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呢？所以精神病人在犯病的时候杀了人是不用承担道德责任的，这一点没什么大问题这一点没什么好争论的。我们今天要争论的是另外一种人，就是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叫做精神变态者，或者叫做心理变态者，英文叫做 psychopath。这种人他不像这个癫痫患者或者精神分裂患者那样发病以后不能控制自己精神变态者他不会发病，他平时看上去呢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是呢，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精神变态者生性冷酷无情，缺乏我们一般正常人所具有的同理心就是我们正常人看到别人遭受虐待而受苦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共鸣，就好像呢这种痛苦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想办法去救助他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杀人或者虐待别人的时候是下不去手的，你必须经历长期特殊的训练才能做出这种违反本能的这种残忍的事情而对于精神变态者来说他们无需训练，他们杀人然后肢解这个尸体就跟这个砍瓜切菜似的，内心毫无波澜，反而看到别人受苦去救援别人这事对于精神变态者而言是需要刻意学习才能做到的。注意精神变态者冷酷无情，缺乏同情心并不是他们选择要冷酷无情而就是一种生理构造上造成他们生性就是冷酷无情的。对精神变态者的大脑进行扫描会发现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很弱，这是从生理构造上造成他们共情能力薄弱。当然这种生理构造可能是先天基因造成的，也可能是后天的脑创伤造成的。总之呢，精神变态者冷酷无情是一种硬件上造成的生理结构。心理学家对精神变态者的研究发现他们普遍具有一种反社会人格，这种反社会人格具有以下3种特质。冷酷就是冷酷无情、自私，喜欢操纵或者伤害别人，并且不会因此感到内疚或者同情他们在社交互动中与他人缺乏情感联系，对他人的痛苦不敏感，甚至可能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满足感。那大等就是爱冒险，我们一般人在做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会有紧张和恐惧感，但精神变态者在操纵或者伤害别人这方面特别社牛，极度自信，胆子大。正是由于这种极度自信精神变态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不考虑其他后果，极度以自我的目标导向来行动。那这个去意志简单说就是对冲动的控制能力特别差我们正常人做事的时候都会悠着点，时刻铭记冲动是魔鬼，但精神变态者特别容易上头，而且一上头就真的容易去实施就比如说对别人产生了恨意我们正常人都会压着点火，而精神变态者很容易就直接通过行动表达出来。在影视文学作品中那些暴力犯罪者往往就是精神变态者，比如说《沉默的羔羊》里面的汉尼拔教授，比如说《老无所依》里面的冷血杀手，比如说《黑暗骑士》里面的小丑等等等等当然这些影视剧中的形象都被夸张了，一眼看上去就不像正常人而现实中的精神变态者是极具隐藏性的，他们特别会伪装自己以至于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看起来正常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颗冷酷无情的心。所以呢，正是由于精神变态者的这种冷酷无情的心理特质似乎就使得他们就是天生的犯罪分子，特别容易做出犯罪行为。据统计呢，在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中有超过一半的，也就是大部分的暴力犯罪者都是精神变态者。好，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由于生理原因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精神变态者，做出了伤害别人的行为，他们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吗？这个问题就有的争论了。赞成应当承担道德责任的人认为
他们同那些会发病的精神病人不一样，他们是有理智的，所以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呢，他们就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干了坏事以后，我们就要在行动上惩罚他们，在道德上谴责他们。而反对方则认为呢，他们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缺乏同情心啊，是生理因素造成的，并不是他们选择的。所以呢，他们就像精神病患者和癫痫患者一样啊，也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从道德上谴责他们。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反对方认为精神变态者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啊，这并不是说精神变态杀了人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们了呀，他们还是会被关起来的。但是呢，我们关他们并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防止他们再去伤害其他人。就像我们把这个杀了人的精神病患者强行限制在精神病院里面一样啊，甚至是为了给他们进行治疗，对吧？我们对他们不应当有任何道德上的谴责，因为他们是病人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把那些患了传染病的人隔离起来。隔离传染病患并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谴责他们你们凭什么把病传染给其他人啊？他们也不想得传染病啊。所以呢，在这个隔离的场所里面我们还会尽量补偿他们。这个经费允许的话，我们要在这个隔离所里面给他们安排大房间、热水、空调、游戏机、无线网都给整上，算是对他们的补偿。这个问题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一个道德责任的问题，就是人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呢？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自主的？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而言这个问题可能不至于那么困难但是对于精神变态者这种人，这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也关联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道德责任问题，就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未成年孩子，他如果杀人放火了，我们能像谴责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去谴责这个孩子吗？这和今天要探讨的精神变态者的道德责任问题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那么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采取的是红蓝双方辩论的形式。红方主张精神变态者应当承担道德责任，而蓝方主张精神变态者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这次辩论呢，主要有3个战区，也就是红蓝双方围绕着3个子问题进行了辩论，就是第一，精神变态者具不具备道德知识；第二，精神变态者是不是坏人；第三，能不能和精神变态者讲得通道理。这3个战区分别展开了辩论。为了让这场辩论看起来更直观下面代表红方发言的时候，我会身穿红色的衣服；代表蓝方发言的时候，我会身穿蓝色的衣服。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哪一方的观点更有道理。好，下面进入辩论正片，我们先进入第一个战区，精神变态者是否具有道德知识。好，现在是穿蓝色衣服的蓝方先发言我方认为精神变态者无需为自己的伤人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理由很简单，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不知者无罪。对于精神变态者来说他们就是不知者。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他们缺乏道德知识。什么叫道德知识呢？简单说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人要知道好歹，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做什么事情是错的，这叫做知道好歹，具有道德知识。而我们具有道德知识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具有道德情感，就是我们发自本能就知道杀人放火是不对的，救死扶伤是对的，这些都是刻在我们本能里面的道德法则，也就是孟子说的不忍人之心。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道德情感，我们才能因此衍生出来关于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道德知识。但是呢，精神变态者由于生理方面的缺陷他们就不具备这样发自本能的道德情感，他们不能体会其他人痛苦所以呢，他们就无法发自本能的得出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道德知识比如说伤害别人是不对的，我们正常人不用刻意学习就能 get 到这一点因为看到别人受苦，我们自己也很难受嘛。但是呢，精神变态没有这种难受，所以呢，他们就很难学会伤害别人是不对的这条道德知识也就是说呢，他们不知道好歹，因为不知者无罪，所以精神变态无需承担道德责任。再次重申一遍我们蓝方并不是主张对精神变态伤害别人的行为就放任不管了他们还是会被关起来，还是会受到行动限制，几乎和现有的司法制度的安排没有区别。我们主张要改变的是我们的道德态度，就是我们不应当从道德上去谴责他们，说他们在道德上错了，我们没有理由谴责，我们甚至应当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不具备道德知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有必要限制他们的行动，但没理由从道德上谴责他们。下面有请红方出场。刚刚蓝方给这个精神变态无需承担道德责任给出的理由是说这个精神变态缺乏道德知识。但是那些精神变态者真的没有道德知识吗？不是的，精神变态并不是不能理解、不能认识到道德，他们只是对道德漠不关心。换言之呢，他们并不是 get 不到道德，他们只是不 care 道德，那么他们就要为他们的不 care 承担责任。
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精神变态啊，具不具备道德知识啊，也就是能不能理解和认识到道德。他们当然能啊。他们虽然是精神变态啊，但不是智力障碍啊。他们很多人都很聪明的啊。你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一场思想品德课的考试啊，这个试题中问他们杀害无辜的人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这些道德判断题啊，他们都能答得上来啊。这个考试成绩不比我们一般人要差啊。精神变态者与一般人的区别啊，并不在于他们不具备道德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同情心嘛。就是我们一般人看到无辜的人受苦呢，会心里面难受，但精神变态者啊，他不会有这种感同身受啊。就比如说呢，这个电影《黑暗骑士》里面，好人 Rachel 被残忍的杀害啊，我们都会同情。但是像电影里面的小丑这样的精神变态啊，他就不会感到难受啊。但是小丑是不知道 Rachel 被残忍的杀害是错的吗？他不具备这样的道德知识吗？那当然不是啊，他当然知道啊，而且恰恰正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才能以此来要挟蝙蝠侠，对不对？所以说回来啊，精神变态者啊和我们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啊，并不在于他们对道德缺乏认知能力，而只是他比我们更冷漠，更能下得去手，而这份冷漠让他们丧失了对道德的响应能力。注意哦，是道德的响应能力。哲学家约翰·费舍尔和马克·拉维扎区分了两种道德能力，一是对道德的接收能力 receptivity， 另一种呢是对道德的响应能力 reactivity。精神变态和我们正常人一样啊，都具有对道德的接收能力，也就是说呢，他们也具有道德知识，也知道好歹，但精神变态不具备对道德的响应能力，也就是说呢，他们虽然知道伤害别人是错的，但他们对这种道德知识啊缺乏响应能力。简单说呢，也就是他们比我们正常人更冷漠，他们更不 care 道德。而费舍尔和拉维扎指出啊，承担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意思就是说呢，精神变态啊，并不能因为他们不具备对道德的响应能力而开脱掉责任。为什么不具备对道德的响应能力就不能为他们开脱责任呢？我们设想啊，就好比一个人染上毒瘾了，他犯瘾的时候啊，总是忍不住想要吸毒。他当然知道吸毒是不对的啊，吸毒对身体不好啊，又很花钱啊，又很耽误事儿啊，又降低自己的社会形象啊，这些种种吸毒带来的坏处啊，他都知道。也就是说呢，他完全具有这样的道德知识。但是呢，他就是没能把毒给戒掉。他犯毒瘾的时候呢，身体冲动来了，他就是管不住自己，又开始吸毒了。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属于是他具有对道德的接收能力，他知道吸毒是不对的，但是他并不具有对道德的响应能力，生理冲动让他继续吸毒了。那么请问，对于这个吸毒者来说，他难道就可以说我虽然知道吸毒是不对的，但是毒瘾犯了的时候呢，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呢，我吸毒就没什么好指责的，我无需为我吸毒承担道德责任？显然不是嘛。那同样的道理，精神变态者就像这个没能戒掉毒瘾的人一样，他们并不能因为他们缺乏对道德的响应能力而开脱自己的道德责任。只要他们知道杀人放火是错的，并且还真的做了，那么他们就要依然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受到道德谴责，承担起他们的道德责任。论证完毕。其实这也就是精神变态者最让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们缺乏同情心，他们冷漠无情。他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给别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他们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冷漠无情的就去伤害别人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谴责的地方。下面有请蓝方出场。刚刚红方说这个精神变态者其实也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是具有道德知识的他们参加思想品德课的考试呢也能得高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了，你去问他们你知道杀人是不对的吗？他当然会告诉你，我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他这是真的知道了吗？他真的理解了杀人是不对的这件事了吗？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你告诉你家3岁的小孩相对论的公式1等于 mc 平方，他背得可熟练了，然后你就能跑到朋友面前吹嘘自家的孩子真的理解了相对论了吗？你不能的嘛！无论你家的小孩再怎么熟练的背诵1等于 mc 平方，这只是单纯的在复读，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那对于精神变态而言也是一样的，他当然会说杀人是不对的，伤害别人是不对的，但是他并不能真正理解他们说的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精神变态而言他们区分不了道德 morality 和约定 convention 之间的区别。那啥叫约定呢？就比如说呢，红灯停绿灯行就是约定，而不要故意开车撞人，这就是道德。红灯停绿灯行它本身无所谓正确与否，它是我们约定出来的规则，我们改成红灯行绿灯停也行，或者干脆取消掉红绿灯，改成看眼神过马路也行。但是不要故意开车撞人这事儿呢，它就不是我们约定出来的，它本来就不应当开车撞人，这就是道德，不是约定。而精神变态者呢，就不能做到区分道德和约定。有心理学家就做过实验来测定小学生能不能区分道德和约定我们来看下面2组对话。对话1，
测试员问：上课的时候不举手就直接发言可以吗？学生回答：不行。那测试员又问：如果老师在课前说发言不用举手，可以自由说话，那上课时候不举手就直接发言可以吗？这里学生回答可以或不可以，我们先标注为 A。那对话2是呢？测试员问：上课的时候故意扯女同学的头发可以吗？学生回答说不行。那测试员又问：如果老师在课前说上课的时候可以欺负女同学，那么故意欺负女同学可以吗？学生回答可以或者不行这里标注为 B。 我们看如果是那些能够区分出道德和约定的学生他们就会在 A 这里回答可以，而在 B 这里回答不可以。这意思就是说对话1是约定，应当是可以商量可以改的，而对话2是道德，就是无论老师宣布了什么样的规定，道德就是道德，是不能改的。那不能因为老师说我可以欺负女同学，我就可以欺负女同学了。但是呢，对于那些无法区分道德和约定的人他们会在 A 和 B 这里都给出一样的回答可以。在他们看来道德和约定没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能欺负女同学呢？是因为老师说的。那如果有一天老师说可以欺负女同学了，那欺负女同学就是对的了。那这个精神变态者就属于是无法区分道德和约定，在他们看来一切道德似乎都和约定一样，都是上头的规定。他们不能真正理解杀人为什么是错的，他们只能理解有规定说不许杀人，对吧？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就算杀人不犯法，我也不会去杀人的。那精神变态就 get 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觉得杀人如果不犯法了，意思就是说杀人是可以被允许的了。所以呢，精神变态对道德的所谓的理解它就不是对道德的知识了，而是一种对约定的知识。对精神变态者来说有规定说不许杀人，就和一年有365天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一样都只是一种约定。所以我们说回来精神变态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他们不能真正理解杀人是不对的这么一种道德，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具备道德知识，不知者无罪，所以他们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法学里面的例子来说明精神变态者区分不了道德和约定，这大概就可以对应于法学里面说的自然犯和法定犯之间的区别这个故意杀人就属于是自然犯你不能杀了人以后说我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所以不知者无罪这不行你只要是个正常人，不可能不知道杀人犯法。但是呢，对于法定犯真的是适用不知者无罪的，因为真的有可能不知道就像罗翔老师在他的法考课里面举的例子偷越国边境罪张三家住在中缅边境中国这一边，张三女朋友家住在缅甸那一边，相隔250米，张三每天去女朋友家50次。从表面上看，张三确实构成了偷越国边境罪，但是张三说我不知道我哪知道去看个女朋友还犯罪了。但因为张三真的不知道，那真就没必要以犯罪论处了。那同样的道理呢，在这个意义上正常人是不可能不知道杀人犯法的。但是呢，对于精神变态者，由于生理缺陷可能是真的不知道的他们违反那些诸如杀人伤人这种自然法，就像一般人违反偷越国边境罪这样的实定法，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杀人犯法其实不是一种约定的因此呢，基于不知者无罪，精神变态者可以免于道德责任。下面有请红方出场。刚刚男方试图为精神变态者开脱扯了半天他们具不具备道德知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扯到什么具不具备道德知识，我们只需要知道精神变态干坏事不是因为他们具不具备道德知识，而是因为他坏他就是个坏人。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次辩论的第2个战区，精神变态是不是坏人。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一个单向输出的科普或哲普节目我们更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本期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关键词道德责任，你就会收到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对本期议题感兴趣的朋友会在这个群里面把本期大问题研讨会继续开下去，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刚刚南方非得跟我们说这个精神变态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那么请问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就在于精神变态冷酷无情，他们对别人受苦漠不关心。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坏这不就是坏人的经典定义吗？你们南方非得说精神变态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是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坏请问我们谴责坏人，让坏人为自己做过的坏事承担道德责任，这有什么说不通的呢？这就是天经地义精神变态就是需要为自己干的坏事负责，因为他们就是出于对别人的生命和利益漠不关心才伤害别人的，他们就是坏种。用哲学家托马斯斯卡伦的话说
如果一个人犯罪是因为他完全不关心别人的生命或者利益，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证明他就是一个干了坏事的坏人呢？男方之前一直在强调精神变态不具备道德知识，但是呢，一个人知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展现出了他的态度，他的性格是不是暴露出了他没安好心，对吧？安没安好心很重要哦，安了好心的就无需承担道德责任，没安好心的就需要承担，就是这么简单。就比如说呢，我因为被个石头绊了一下，身体不受控制了，下意识推了你一把，把你给推倒了，那我就不用承担道德责任虽然我该赔钱赔钱但你不能谴责我说我道德上做错了什么，因为我不是故意的呀，我并不是没安好心，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招我惹我，但我就是故意推了你一把，一下子把你给推倒了，那这就叫做故意使坏吗？这就是没安好心那这就应当被谴责。精神变态干坏事就是故意使坏。这个男方此前呢，一直拿精神变态干坏事和这个癫痫发作以及精神病人发病归在同一类请问他们能一样吗？这个精神病发病杀了人那确实不是故意的，那真是不受自己的控制属于是没有自由意志。但是请问精神变态干坏事难道不是故意的吗？他们就是出于他们冷酷无情的性格，对别人的生命和利益漠不关心，在那故意去伤害别人的。精神变态干坏事就是出于他们残忍的性格，他们就是坏种。一个人出于残忍的性格去行动，就是出于他们自由意志的。此前这个男方呢，一直试图把精神变态残忍的性格归于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并不是他们自主的选择要遭遇的，所以呢，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是病人我们不应当谴责他们，我们应当治疗他们。错了，这就是混淆视听。精神变态的残忍性格和精神病发病的可不一样精神变态并不是遭受邪恶心理疾病折磨的好人，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坏人。他们并不是被所谓的心理疾病迫使才干了坏事的，他们的心理疾病就部分的构成了他们的邪恶。一个人既可以有心理疾病又很邪恶那些干了坏事的精神变态就是既有病又很坏很坏的人。你想我们老百姓平时谴责一个干了坏事的坏人用什么词儿呢？那说的就是你有病吧，对不对？这个英文就是 What's wrong with you 或者 What's your problem， 对不对？我们说这些坏人有病并不是真的在说他们之所以坏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不是的，就是单纯的道德谴责。我们并不是试图要治疗他们，要给他们开药，对不对？否则这个郭德纲老师说的你有药那就不会是个好笑的段子了嘛。我们谴责精神变态说你有病吧，就是在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就要受到谴责。所以呢，这些出于残忍性格而干坏事的坏人那就要受到惩罚，就需要承担道德责任。他们就是典型的坏人。如果连这些人都算不上坏人，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下面有请蓝方出场。红方只考虑这个精神变态是不是个坏人，而不考虑这个人是怎么变坏的，这合理吗？如果一个人成为了坏人并不是他自己能够选择的，我们还有理由去谴责这个人吗？当我们要谴责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他是如何变成一个坏人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察他的个人历史。我们来看这么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名叫盖奇的美国人，他是一个铁路公司负责铺设铁路的工头这个人性情十分狂躁，喜怒无常，对别人十分无礼，有很强的攻击性。别人也没招他惹他，他就经常辱骂别人，说话十分粗俗下流以至于当时的女性都被告知不要在盖奇面前出现太久，因为他说的那些侮辱人的下流话根本没法听。那这么看来的话，这个盖奇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一个 jerk， 对不对？但是是什么让盖奇变得这么混蛋的呢？我们来考察一下盖奇的个人历史我们才发现年轻时候的盖奇本来是一个为人十分友善、性情十分温和的人。但是盖奇在一次执行爆破任务的时候出了事故，一根大铁棒子直接把他的头给捅穿了。幸运的是呢，在经过抢救之后，盖奇活了下来，语言和行动能力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但不幸的是呢，这次事故使得盖奇有了创伤性的脑损伤，这让他的性情大变。事故发生之后的盖奇彻彻底底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原本温和友善的盖奇就变成了之前提到的那个十足的混蛋了。那请问，当我们了解了混蛋盖奇的个人历史以后，我们还能谴责盖奇干的那些混蛋事儿吗？我们不会谴责的，我们甚至会同情盖奇。他其实是病人，他是残障人士，他不应当为他干的那些混蛋事儿承担道德责任。除了盖奇这个真实事件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也就是哲学家苏珊·沃尔夫提出的思想实验 JoJo 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 JoJo， 他从小被他爹养大，而他爹呢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独裁者，性格十分恶劣，很残暴。他爹对 JoJo 的教养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从小让这个小孩子看各种血腥暴力的杀人现场而且持续灌输他的思想。多年以后呢，JoJo 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看谁不顺眼立即拖出去斩了。显然呢，JoJo确实是性格残忍的人，做了很多坏事，是一个大坏蛋。
但是我们有理由去谴责周周吗？让周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啊，好像并不合适，因为他的抚养过程让他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行为到底错在哪儿，而周周并不能选择自己的抚养过程。我相信这种情况呢，也是人之常情，就是当我们知道一些杀人放火的罪犯啊刚上新闻的时候啊，那全国人民恨不能把他大卸八块啊。但是有记者去采访这个罪犯，了解了他不幸的童年经历，比如说被父母虐待啊，比如说遭遇到不公的命运，才使得他后来有了扭曲的性格，我们多少就能理解他了。这倒不是说了解了精神变态不幸的历史以后啊，我们就赞成他干的坏事了，而是说啊，我们不应当去恨他，而是应当把他当成不幸的病人，他也是受害者。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说他沦落到今天的状况是他咎由自取的。其实啊，我们从这个影视文学作品上啊，很多人就喜欢看这个所谓人黑化的电影，对不对？就是一个人变坏了嘛。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看这个坏人做坏事啊，我们喜欢看的黑化是本来一个人是好人，但是由于遭遇到了极大的伤害或者不公，这个人黑化了，然后呢，他干了一些坏事，或许是报复啊，或许就是发泄啊。那这种黑化我们都是能理解的，因为使得他黑化的历程啊，并不是他自己能够选择的。比如说2019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的电影《小丑》，讲的不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吗？我相信没有多少人看完这个电影的第一反应是谴责小丑，对吧？恰恰相反啊，人们会同情他，甚至有点部分认同他。这就是因为啊，这个小丑一开始可并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变态哦，他一开始啊，就像我们一样是一个卑微的打工人。他之所以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啊，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疾病啊，另一方面就是他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了嘛。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过考察个人历史，这样就能为一切干坏事的人开脱道德责任啊，不是的。因为确实有很多干了坏事的坏人呢，我们即便考察他的个人历史啊，也还是说明这个人变坏啊，他就是咎由自取的，一点也不无辜。但正因为此呢，我们才能拿这个标准来考察那些精神变态，那些 psychopaths， 他们性格残忍啊，他们变坏的原因啊是生理因素造成的，他们是无辜的，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总而言之呢，就是针对上一轮红方的攻击啊，说这个精神变态就是坏人，所以就要被谴责。但是呢，我们要考察一个人是否需要承担道德责任啊，不仅仅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还要看他之所以变成坏人的原因和历史是否是无辜的。而且啊，我们南方认为精神变态者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跟他去讲道理，去劝说他，或者去教育他啊，你这么做啊是不道德的，是不对的，你不应当这么做。他能听得懂吗？你跟他讲得通道理吗？讲不通的。那说到这个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次辩论的第3个战区，能否和精神变态讲得通道理。通常情况下呢，一个人做了坏事了，我们让他承担道德责任，去惩罚他，去谴责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去改造他，让他认识到自己错了，让他忏悔，让他悔改。但是你跟 psychopath 去讲这些，第一，他能听得进去吗？第二，他能因为你的谴责而改得了吗？他听不进去的，也改不了的，所以你去谴责 psychopath 是没有意义的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如果你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你会谴责那块石头吗？或者你家的房子因为地震而被震碎了，你会去谴责板块运动吗？你不会的嘛。你谴责石头啊，谴责板块运动啊是没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伤害到你啊，而是因为你没法跟他们进行道德对话。那什么是道德对话呢？简单说啊，就是你跟他去掰扯，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无论是谴责他还是说服他，让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会悔改啊。那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变态就无法与我们进行道德对话。精神变态和我们的思考方式就完全不同，不活在同一个圈子里面，他们都区分不出来道德和约定。你跟他们说啊，让别人受苦是不对的，那这句话呢，虽然是中文人话，但是他们就是理解不了啊。所以呢，你拿着中文去谴责他们，试图跟他们进行道德对话，他们是听不懂的嘛。你去谴责一个精神变态，这不就相当于你在谴责一块石头吗？这就相当于是说呢，路边有一只疯狗冲出来咬了你，你把这个疯狗一脚踢开以后啊，你还没完，你还搁那跟他讲道理，说狗狗，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你知不知道咬人是不对的？你难道不知道咬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吗？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这样的话，估计你也是病得不轻的。按照哲学家 P.F. 斯特劳森的看法啊，我们啊不能用对待一般人的态度去对待犯了罪的精神变态者，包括一些犯了罪的未成年的孩童啊，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当做一个讲得通道理的人来看。我们啊应当用一种客观的态度 objective attitude 来对待他们。也就是说呢，你不要把精神变态者看作是道德主体，当作是一个能和你进行道德对话的个体。相反呢，你应当把他们当成是类似于石头或者地球板块一样的东西。当然啊，这并不是说要歧视精神变态者啊。其实啊，这个歧视啊，它恰恰就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那歧视也是一种仇恨嘛，这就一点也不客观。
对吧？你不会去歧视石头、歧视地球板块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精神变态者啊，他就像自然灾害一样，只是一个需要被管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呢，你把他们限制在精神病院就好了，但是没必要去恨他们，去谴责他们。这些精神变态者做了好事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感激他们；他们做了坏事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憎恨他们。用斯特劳森的话来说啊，如果你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客观的，那么你或许会和他干仗，但是你不可能和他们争吵；你或许会和他们说话，甚至和他们谈判，但你不可能和他讲道理，对吧？你跟一个精神变态讲道理，进行道德对话，这就相当于你跟一只疯狗讲道理一样。我们啊，只需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行为限制起来，防止他们继续伤害其他人就行了，而不是呢搞得跟真的一样去谴责他们。你甭跟精神变态费那个劲，没有意义，因为说到底，你跟他们是讲不通道理的。下面有请红方出场。刚刚蓝方认为我们无法和精神变态者进行道德对话啊，他们听不懂我们的道德谴责，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精神变态者其实是能听得懂我们的谴责的，精神变态其实是可以参与我们的道德对话的。虽然精神变态者呢有种种心理疾病意义上的缺陷呢啊，他们的生理构造呢确实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具有干坏事的冲动，这一点呢我们红方也承认。但是呢，精神变态者和我们正常人一样，都具有理性能力啊。这就是说呢，他们是具有推理的能力的呀。啊，用人话说呢，就是精神变态虽然不同于常人，但是他们也是有脑子的人啊。他们虽然不能感受到啊，不要杀人、不要伤害别人这样的道德啊，但是他们至少知道杀人放火是要坐牢的，而坐牢是对我不利的。因此呢，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工具理性来推理出，为了不要对自己不利，所以我不要伤害别人。对吧？这个法条上明文写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闻啊、影视剧啊，天天宣传着啊，不要杀人，不要伤害别人，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啊。结果你还是去杀人、去伤害别人，那你凭啥还不承担责任呢？就像之前提到的这个偷越国边境罪啊，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确实无需负责。但我现在都告诉你了，不许偷越边境，否则就会坐牢。结果你还是这么干，那不惩罚你还惩罚谁呢？其实啊，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啊，我们人群中有精神变态特质的人啊不算少的，甚至有研究发现啊，尤其是在那些成功人士里面啊，包括这个成功的企业家、政治家、明星啊，有精神变态特质的人呢比重更高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总之就是人群中其实有不少精神变态者的，但是他们也没都去杀人放火去伤害别人啊，很多这些精神变态者啊都管理好了自己的行为了呀。为什么呢？就是凭借他们的理性能力嘛。他们虽然对道德的感受能力薄弱，但是他们也是有脑子的嘛。他们可以推理出啊，不要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不好，干坏事儿对自己不利。那既然这么多的精神变态者都能通过理性能力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对吧？既然能做到不干坏事儿，那些干了坏事的精神变态者，当然就应当为他们干的坏事承担道德责任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要去谴责精神变态者，他们一干坏事我们就要谴责，而不是像蓝方的斯特劳森说的那样啊，把他们当成是石头。他们和石头不同啊，他们是具有理性能力的呀。我们对他们的谴责啊，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有用的，是有效果的，就是为了强化他们从理性上能够推理出做坏事是不对的，做坏事是不对的，对吧？这就相当于 AI 神经网络里面的强化学习嘛，得谴责，得让他们承担道德责任。套用到刚刚斯特劳森的话来说啊，不仅要干仗，而且得跟他们争吵，得跟他们讲道理，因为我们的谴责是有效的。好，这就是红方对于第三个战区与精神变态者能否讲得通道理这个问题的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精神变态者道德责任辩论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就精神变态者的道德责任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简单总结一下，本次辩论呢，主要围绕着3个子问题展开。第一，精神变态者具不具备道德知识？红方认为其实是具备的，他们其实是知道好歹的，而蓝方认为精神变态者所具备的道德知识啊，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知识，与其说是对道德的认识，不如说是对约定的认识，所以他们并不真正理解道德。第二，精神变态者是不是坏人？红方认为精神变态者干坏事啊，就是出于他们残忍的性格，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就是坏人，坏人就是要受到道德谴责，是天经地义的。而蓝方认为，我们不仅要看他们的性格是否残忍，我们也要看造成他们残忍性格的原因和历史。如果他的个人历史是无辜的，就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第三，我们能否与精神变态者讲得通道理？蓝方认为讲不通，我们无法和他们进行道德对话，所以你从道德上去谴责他们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而红方认为道德谴责是有意义的，因为精神变态者是有理性的，他们至少能够推理出他们不应当伤害别人，所以呢，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是有效的。今天红蓝双方关于精神变态者的道德责任问题的辩论，你更赞同哪一方的观点呢？或者关于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回答？
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